球王贝利突然去世，我们失去了一名伟大的传奇，但世界会铭记他的一切，一代球王一路走好。据巴西媒体报道，球王贝利29日去世，享年82岁。他的葬礼将在桑托斯市举行。贝利官方推特账号发布讣告，证实贝利离世。在贝利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，他的病情一直牵动巴西足坛和世界各地球迷的心，他们以各种方式向昔日的球王表示敬意和祈福。在本次世界杯的小组赛上，巴西队战胜瑞士队获得小组第一。现场观看比赛的巴西球迷展开巨大横幅，致敬贝利。法国队通过官方社交平台晒出了贝利的照片，写道：我们的思念与国王同在。法国国脚基利安·姆巴佩也在社交媒体写道：为球王祈祷。这位缔造了足球史上无数奇迹的球王，躺在病床上依然顽强。他通过家人在社交媒体发文：朋友们，我很坚强，也充满希望。我会一如既往地接受治疗，感谢所有医护人员对我的照顾。这个来自贫民窟的足球运动员，他以一己之力让自己的祖国赢得了世人的尊重。昔日的战绩至今无人能敌，直到今天，他依然是世界唯一3夺世界杯冠军的足球运动员。职业生涯的1283个进球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也让他成为国际足联官方认可的铅球射手。贝利是这个星球上诞生的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，没有之一。对于所有热爱足球的人来说，贝利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偶像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一贫民窟野球队走出的球王，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贝利的足球之路，那肯定是穷。1940年10月，球王贝利出生在巴西特雷斯克拉松伊斯镇一个贫寒的家庭。贝利的家庭并不富裕，父亲顿吉诺曾是个足球运动员，因伤退役后在医院当了一名保安。不过在父亲的影响下，贝利也热爱上了足球，并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。只可惜贝利家里实在太穷，穷到买不起足球和一双像样的球鞋，因此贝利与周围穷人家的孩子一样，赤脚在街道踢球。足球是用塞满报纸或旧衣服扎起的球体，道路就是球场，放上2块石头就是球门，每条街道都成为男孩们驰骋的野球场。相比同龄人，贝利还有个绝技，踢芒果，那是父亲教他的，利用芒果锻炼运球、点球的技巧。因为经常在这样狭小的环境练球，贝利控球能力十分娴熟。小年纪的他，甚至可以带着小伙伴与成年人的球队同场竞技，盘带、射门、走位等动作极为老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贝利的真名叫埃德松·阿兰特斯多奈西门托，记不住也没关系，知道他是球王贝利就足够了。今天如雷贯耳的贝利，其实是他少年时的绰号，据说是葡萄牙语里讨厌的家伙意思，因为他经常踢破附近店铺的橱窗，那是愤怒的店主脱口而出的一句脏话，却被小伙伴们牢牢记住。因为过人的足球天赋，贝利被当时的巴鲁队教练、前巴西国脚德布里托看中，召入麾下。在德布里托教练的悉心调教下，贝利的球技突飞猛进，后进入著名的桑托斯俱乐部效力。因为在桑托斯队的绝佳表现和恐怖的进球率，17岁的贝利入选1958年世界杯巴西国家队，开始了世界杯的征程。贝利在这次世界杯表现突出，共计打入6球，上演了世界杯历史上令人叫绝的帽子戏法，让巴西首次捧起金杯。伏在队友迪迪肩上激动哭泣的贝利，成为本次赛事中最令人难忘的经典镜头。决赛后，瑞典的一家报纸率先以球王称呼贝利，年轻的贝利已展现出王者之姿。越战越勇的贝利火力全开，连续参加了第7、8、9、3届世界杯赛，其中第7和第9届世界杯中，巴西夺得了世界冠军。由于巴西队3次夺魁，国际足协将象征着世界足球最高荣誉的雷米特杯，也称金女神杯，永远留在了巴西。贝利的王者风范，球场上的贝利实在太耀眼，世界杯赛事中，各国的球队都将他视为最大的威胁，严防死守的同时，常通过故意犯规让贝利负伤离场。虽然巴西队不断抗议，
可早年的足球赛规则还很粗糙，压根没形成对球员完善的保护机制，裁判也只能视而不见。1969年11月19日，29岁的贝利在巴西马拉卡纳体育场踢进了一个点球，这是贝利职业生涯的第1000球，引发了现场球迷的疯狂欢呼，人们甚至直接冲进赛场，导致比赛中断了15分钟。赛后，巴西国内为贝利举办了盛大的1000球庆典，时任巴西总统梅迪西送给贝利一顶底座是王冠的纯金足球。由于贝利一直身穿10号球衣，10号从此成为世界足球运动员眼里最高荣耀代表，敢穿10号球衣的都不是普通人。贝利的10号战袍已成为世界足坛的图腾，比如阿根廷的马拉多纳是10号，现在传给了梅西。有任意球之王美誉的法国队普拉蒂尼是10号，3次获得世界足球先生的齐达内也是10号。在卡塔尔世界杯上，10号球员同样是中场核心的象征，他们是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、丹麦的埃里克森、美国的普利西奇等人。球王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，包括战火纷飞的国家以及美国总统。当时贝利应邀到非洲的尼日利亚踢一场表演赛，该国已打了10多年的内战，联合国调停无果，到处硝烟弥漫。因为贝利的到来，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达成协议，停火48小时，看球王踢球。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会见贝利时说：“我是罗纳德·里根，美国的总统，但你没有必要自我介绍，所有人都知道贝利是谁。”美国总统里根会见贝利时，掩饰不住对他的欣赏。谁知就在贝利声望达到最巅峰时，他选择了离开。1971年7月18日，31岁的贝利在马拉卡纳体育场踢完最后一场球后，在18万观众面前脱下了那件伴随他14年的10号球衣，回队告别。踢了近1000场的比赛后，贝利累了，他选择回到桑托斯俱乐部当一名教练。之后数年，贝利指导并训练出大批优秀球员，让桑巴军团始终战力充沛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凭自己的努力，连续通过中学毕业考、大学预科考，最终顺利拿到了桑托斯大学体育学院的毕业证书。1974年，34岁的贝利决定开启人生新的征程。他告别了效力19个赛季的桑托斯队，北上加盟刚刚成立不久的北美足球联赛球队纽约宇宙队。贝利后来在纽约宇宙队效力了3个赛季，打入66球，并在1977赛季帮助纽约宇宙队获得了北美足球超级碗的冠军。球王的巨大魅力让原本对足球并不感冒的美国人展现出极大热情，观看足球赛的观众一度超过看传统橄榄球的人数。1977年9月，贝利曾率旗下的纽约宇宙队来华访问，与中国队进行了友好切磋。第一场比赛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，双方1-1战平。后来转战到上海江湾体育场，中国队以2-1获胜。这2场比赛后不久，37岁的贝利正式挂靴退役。由于此后中国队再没机会和贝利交手，有中国球迷后来戏谑道：“球王没啥了不起，他一生从未赢过中国队。”贝利叱咤世界足坛25年，一共踢进1283个进球，夺得3次世界杯冠军，2次洲际杯冠军。他所获得的劳伦斯终身成就奖、史上最佳球员、20世纪最佳运动员等一系列荣誉实至名归。后来贝利当过巴西的体育部长，在混乱的巴西足坛掀起反腐风潮，改革球员的俱乐部转会制，出任联合国公益大使，客串好莱坞电影，始终活跃在聚光灯下。多年的足球生涯也让贝利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足球运动员之一。外媒 Vice-Versa 曾统计世界足坛净资产前20的球员，球王贝利以净资产1亿美元的身价名列第9名。遗憾的是，荣光照耀下的球王并非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圣人。3并不完美的球王。贝利晚年曾与马拉多纳共同被国际足联授予世纪球王的称号。由于2位球王年龄相差20岁，因此从未在球场上一拼高下，只能隔空护盾，彼此不是相互攻击对方带的球队技术太烂，就是骂对方私生活混乱。不过要论渣，2位球王难分伯仲。马拉多纳公开承认自己有500多个情人，贝利在纪录片中说自己年轻时精力旺盛，
曾有过无数次艳遇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贝利一生曾结过3次婚，有7个孩子，其中5个是与前2任妻子所生，另外2个是私生女。第一任妻子罗斯玛丽是巴西公认的大美女，2人在12年的婚姻中生了3个孩子。可由于贝利出轨家中保姆，还生了个女儿，加上贝利绯闻不断，忍无可忍的玛丽只好与贝利离婚。至于那个私生女，贝利一口咬定不是自己的，直到这个女儿患病离世都没得到他的承认。1994年，54岁的贝利又与比自己小10多岁的阿西利亚莱莫斯结婚，可贝利依旧旧习不改，天天在外寻花问柳。有意思的是，贝利每一次出轨被发现后，都会老老实实向妻子招供，他说这是对妻子的一种尊重。莱莫斯也是一次又一次选择原谅，还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为贝利生下一对双胞胎。只是这样也没能留住贝利，2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。2016年，76岁的贝利宝刀未老，看上小自己25岁的日裔美女马尔西亚青木，最终2人喜结连理。贝利病重入院后，陪在他身边的便是第3任妻子青木。除了私生活混乱，贝利还是世界球迷公认的乌鸦嘴。自从1990年世界杯开始，每一届世界杯开赛前，球王贝利都会做出预测，可只要是被他看好的球队，无一例外都被提前淘汰。应该说，球王贝利与我们想象中的完人形象相去甚远，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带着欣赏和敬佩的目光去回顾他精彩的足球人生。因为人生就像足球，你不会永远进球，但会一直跑在路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，享受美好人生。这里是财富记频道，我是钱老板，感谢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